每逢月圆之夜，我都要躺在装满冰块的棺材里睡上一整晚，只有身体温度降到0点，才能骗过太医的问诊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病秧子，自然也没人愿意娶我这个京城第一美人。因此，我成功躲过了7次指婚。直到这天，有几个不开眼的登徒子盯上了户部侍郎家的千金，我抄了近路，在他们必经的巷口候着。那几人拖着布袋走进来，嘴里还不干不净。我自阴影处走出，把人放下。兴许我能让你们的腿晚断几日。那几人瞧见我，先是一怔，随即爆发出狂笑。哪儿来的小姑娘，也想学人英雄救美，细皮嫩肉的，刚好一块带走。我无心多言，一个跨步冲前，扣住领头那人的手腕，猛力一转，骨骼错位的脆响在夜间分外刺耳，杀猪般的惨叫还没出嗓，我的肘部已重重地击在他的下颚，他像一滩烂泥般倒了下去。其余2人看傻了眼，我未给他们反应的时机，一个过肩摔，一个扫堂腿，巷弄里顷刻只剩下痛苦的哀嚎。我拍了拍灰，感到许久未曾这般痛快的施展拳脚了，通体舒畅。我将布袋解开，里头果真是那位侍郎千金，他尚未醒，我将他扶至巷口，确保巡夜的官兵能瞧见，随后打算归府。回身的刹那，我僵住了。巷弄的另一端，不知几时站了一名男子，他身披玄色战甲，身形挺拔如松，半张脸藏在阴影中，瞧不真切，但他周身的肃杀之气却比这夜风更显冷冽。他几时来的？我居然分毫没有察觉。高手，绝对的高手！我的心沉了下去。麻烦了。男子从阴影里缓缓踏出，月色照亮了他的脸，剑眉星目，鼻梁挺拔。他边走边不紧不慢的鼓掌，掌声在死寂的巷弄里回荡，像重锤砸在我的心头。他停在我跟前，居高临下的瞧着我，那双眼眸里透着一抹玩味，一抹探究，还有一抹戏谑。未婚妻，未料到你有这般的硬功夫，却是深藏不露呢。未婚妻这2字像惊雷一般在我脑中炸裂，我几时又多了位未婚夫？我立马进入了状态，身躯摇摇欲坠，我扶住墙面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这位将军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边咳便用我最柔弱无辜的眼眸望着他。此招百试百灵，京城中任何一名男子瞧见我这般模样，都会心生怜爱。可是眼前的男子仅是静静地望着我，那戏谑的笑意反倒更深了。认错，宰相府嫡长女沈念，京城第一病秧子，我讲的可有错？他每道一句，我的心便往下沉1分。他晓得我的底细，他并非在诈我。我故作镇定，将军既然知晓民女是谁，就该知晓我身子虚弱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方才只是情急之下，不晓得何处来的力气。如今只觉得头晕目眩，快要站不住了。男子却不为所动，他就那般暴毙立在那儿，像看戏一般瞧着我。是吗？一招制敌，过肩摔干脆利落，这般的手无缚鸡之力，倒是让本将军开了眼界。我的心彻底凉了，只能继续装傻。将军说笑了，民女真的不晓得您在讲什么。男子终是没了耐性，他俯下身捏住我的下颚。沈念收起你那套把戏，在本将军跟前没用。我从他的瞳孔中瞧见了自己的狼狈，我放弃了挣扎。你究竟是谁？嗓音里再无一丝柔弱。男子松开手，直起身，满意的笑了，这才像话。我叫顾言，镇国大将军。那个年仅弱冠便战功赫赫，杀伐果断，连圣上都要忌惮3分的男子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是唯一一个我爹动用全部关系都没能将婚事退掉的人。第8回赐婚的对象，我未来的夫君。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怎会是他？他不是理应在边关镇守吗？怎会忽然回京？顾言瞧着我精彩纷呈的面色，嘴角的弧度更甚了。看来你想起来了。那么我的未婚妻，你还有何要辩解的吗？事已至此，再装下去已无意义，没甚好辩解的。你瞧都瞧见了。没错，我非什么病美人，我身子好得很，所以这桩亲事，我看还是作罢吧。你总不想娶一个欺君的女子回府吧？顾言却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。作罢？沈念，你是否病久了，把脑子也病糊涂了？这是圣上的赐婚，你当是小孩子过家家。至于欺君，他顿了顿，你的底细唯有你晓，我晓，只要咱们成了婚，便是一家人。你的秘密自然也就是我的秘密，你说对吗？我听懂了他的意思，他非但不打算退婚，还要用这个秘密来拿捏我。这个男子比传闻中更要可怖。我瞧着他，他也瞧着我，四目相对，空气里好似有火花在闪烁。良久，我败下阵来，大将军好算计。顾言轻笑一声，退后一步，恢复了那副慵懒的姿态。彼此。宰相府大小姐为了躲避婚事，一装便是8载，这份心性也令本将军佩服。他话锋一转，不过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，3日后圣旨便会送至府上，准备好做我的将军夫人吧。他抛下这话，转身便走。我瞧着他消失在巷口的背影，气得浑身发颤。我沈念苦心筹谋8载的快活时光。顾言，我记住你了。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宰相府，天上没亮，我悄无声息地溜回自个的院落。刚换下夜行衣，便听到外头传来丫鬟的惊呼：大小姐，
您怎地起来了？我立马切换回病美人模式，虚弱地靠在门框上，睡不着，心里发慌。丫鬟忙扶我到榻上躺好，替我盖上厚实的锦被。大小姐定是又做噩梦了，奴婢去给您端碗安神汤来。我点点头，瞧着她离去的背影，心头一片烦躁。接下来的2日，我过得浑浑噩噩。我爹当朝宰相沈括看我日渐憔悴，急得团团转。念儿啊，你可要撑住啊！爹再想想辙，定能把这桩婚事给退了。我瞧着他花白的发丝，心里不是滋味。爹是真的疼我，可惜这回他要面对的是顾言，退婚没可能的。到了第3日，宫里的圣旨果真来了，传旨的公公尖着嗓子念毕，整个宰相府都陷入了一片死寂。我爹面色铁青，继母王氏的神情也十分难看。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沈瑶则是一脸幸灾乐祸。我跪在地上，柔弱地接下圣旨，仿佛耗尽了浑身的力气。臣女领旨谢恩。传旨公公走后，我爹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，半晌没吐出话。王氏假惺惺地抹着眼泪，老爷，这可咋办啊？念儿这身子骨怎能嫁到将军府去？那顾将军常年征战，煞气那么重，别冲撞了咱们样。沈瑶也假模假样的过来扶我。姐姐，你别怕，瑶儿听闻，顾将军虽说名声吓人，但生的英武不凡，是多少京城贵女的梦中情郎呢。姐姐能嫁给他是福气。他嘴上讲着宽慰的话，眼里的嫉妒却快要溢出来了。我懒得理他们，扶着丫鬟的手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。爹，女儿乏了，想先回去歇着。我爹看着我惨白的面庞，心疼地摆摆手，去吧，去吧，好生歇息。我刚走回自个的院落，管家便追了上来。大小姐，顾将军派人送了聘礼来。这么快？我蹙了蹙眉，送到库房去吧。管家面露难色，其余的都送去了，只是有一件，顾将军指明要您亲手收下。我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，是何物？管家让人抬上一个精致的木盒，盒子开启，里头静静地躺着一柄短剑，表面镶嵌着一枚硕大的赤宝石，但这皆非重点，重点是这柄短剑我认得，这是前朝铸剑大师的遗作，唤作寒影，削铁如泥，锋锐无比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它象征着力量与杀伐。送给一个病美人一柄绝世短剑，顾言，你是在挑衅我吗？还是在提醒我的底细？他一清二楚。王氏和沈瑶也闻讯赶来，瞧见盒子里的短剑，沈瑶夸张地叫了起来：天哪，这是何物？顾将军怎送姐姐这个？也太不吉利了吧！王氏也蹙着眉，一脸嫌弃。沈瑶伸手便想去拿那柄短剑，他的手刚触到剑鞘，一只手便闪电般的探出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腕。是我的手！沈瑶疼地叫了一声：姐姐，你做甚？弄疼我了！所有人都怔住了，他们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瞧着我，瞧着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药罐子，竟能有这般快的速度和这般大的力气。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立刻松开手，捂着胸口剧烈的咳嗽起来。嗨嗨，瑶儿，对不住，我并非故意的，只是瞧见这短剑，心里害怕。我演得惟妙惟肖，但沈瑶揉着自己发红的手腕，眼神里满是疑虑。我没有理他，我伸出另一只微微发颤的手，将那柄唤作寒影的短剑缓缓地拿了起来。我看着短剑上倒映出的自己，那张脸依旧苍白柔弱，但眼神却已经变了。我对着空气轻声讲了一句：多谢将军厚爱，这件礼物我很中意。我的嗓音不亮，却真切地钻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廓里。王氏和沈瑶面上的幸灾乐祸瞬时僵住，他们难以置信地瞧着我，好似在瞧一个异类。我爹沈括也怔住了，眼神里满是驳杂的情绪，有惊诧，有困惑，还有一丝我瞧不懂的探寻。我未给他们反应的空隙，我捧着那个装有寒影短剑的木盒，转身便走，每一步都迈得极其迟缓，身躯微微摇曳。我务必把这出戏演完。念儿，我爹在身后唤住了我，我止住步履，没有回头，只是用我最虚弱的声调回应：爹，女儿乏了。身后是一片久久的死寂。我回到自个的院落，遣散了所有丫鬟，合上房门的刹那，我所有的伪装瞬时卸去。我倚在门板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方才实在是太悬了，我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显露了自己的尽力，虽只是一刹那，但沈瑶的猜疑眼神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间。这些载，我靠着这副病弱的皮囊躲过了无数明枪暗箭。王氏和沈瑶之所以未对我下死手，也是因他们觉得我活不长久，不足为患。可一旦我的伪装被撕破，我不敢想下去。我走到妆台前，将木盒开启，我探出手，轻轻摩挲着冰寒的剑鞘。顾言，这个男子只用了一件贺礼，便险些毁了我8载的心血。他是在告诫我，亦是在逼我承认自己的真实面目，逼我踏进他不下的天罗地网。我将短剑抽了出来，一道寒芒掠过，映出我冰冷的眼眸，好一把稀世神兵。我握着短剑，在空中挽了个剑花，动作行云流水，无丝毫凝滞。这才是真实的我，绝非那个走几步路便要喘半晌的药罐子，而是可以凭一己之力，在黑夜里行侠仗义的沈念。这8载的压抑像潮汐一般涌上心头，我几乎快要忘了自己昔日也是个鲜衣怒马的少女，也曾幻想着仗剑走天涯。可母亲的逝去令我不得不收敛所有锋芒，用最柔弱的姿态在这宰相府里艰难求存。如今顾言的出现，
像一块巨石砸入了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滔天巨浪，也激起了我沉寂已久的斗志。你想斗，我便陪你斗到底。我倒要瞧瞧你这位郑国大将军究竟有多大的能耐。往后的日子，宰相府开始忙碌起来，为我的婚事做筹备。顾言那边像是算准了我的心思，未再派人来，一切都依照皇家的礼制操办着。只是这府里的氛围却一日比一日诡异。王氏和沈瑶看我的眼神总是透着一丝戒备和探寻，尤其是在那日之后，沈瑶总是有意无意地试探我。譬如在我阅书的时候，故意不慎把茶盏推到我身上，滚烫的茶水泼过来，我若是不躲，定然会被烫伤；我若是躲了，以我病秧子的反应速度，根本没可能躲开。我只能在电光火石之间做出最合理的反应。我发出一声惊呼，身躯笨拙地向后仰去，茶盏砸在地上，摔得粉碎，茶水溅湿了我的裙摆，却没伤到我分毫。而我则因为这个巨大的惊吓，华丽丽地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榻上，我爹守在榻边，满脸忧色。沈瑶跪在地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爹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手滑了。王氏也在一旁帮腔，是啊，老爷，瑶儿这孩子就是毛手毛脚的，您别怪他。我爹看着我惨白的面色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手滑？我看他就是存心的。妮儿的身子啥样，你们不晓得吗？还敢这般吓唬他？我虚弱地扯了扯我爹的袖口。爹，别怪妹妹，是我自己不慎。我的懂事更令我爹心疼。他狠狠地瞪了沈瑶一眼。禁足1月，没我的准许，不许踏出院落半步。沈瑶的哭声更大了。我闭上眼眸，懒得再看他们做戏。这般的试探几乎每日都在上演，我应付的滴水不漏，每一回都把自己弄得愈发病重。府里的郎中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开的药方堆成了小山，我的名声也从京城第一病美人变成了马上就要咽气的病美人。终于大婚的日子到了。大婚之日，天色阴沉，像是预示着我往后的命数。我身着繁复的凤冠霞帔，端坐在镜前，镜中的人面色惨白如纸，唇上却点着最艳丽的红，形成一种诡异而凄艳的感觉。丫鬟们小心翼翼地为我梳妆，生怕我一口气上不来，就这般去了。王氏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被禁足许久的沈瑶，她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妮儿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可要撑住了。她语气里的关切，虚伪的令我作呕。沈瑶则直接得多，她上下打量着我，嘴角挂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笑。姐姐今日真美，就是不晓得姐姐这身子骨能不能撑到拜完堂，可别死在将军府，那多晦气。我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，和一个跳梁小丑置气，不值当。我爹沈括随后也走了进来，他遣退了所有人，屋子里只剩下我们父女2人。他看着我，眼眶泛红。妮儿，是爹无能，护不住你。这8载来，他为了我的病操碎了心，为了给我退婚，他几乎得罪了半个朝堂。我知晓他已经尽力了。我对他摇了摇头，爹，不怪你，这是女儿的命。我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，塞到我手中，这是假死药，服下后可闭气12个时辰，状如死尸。爹已经安排好了人，一旦有机会，他们便会将你从将军府偷出来，送你远走高飞。我的心猛地一震，我看着我爹，看着他一夜之间又添了许多的白发，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爹，他替我拭去泪水，声音哽咽，去吧，顾言并非良配，将军府是龙潭虎穴，爹只盼你能好生活着。我紧紧攥着那个小瓷瓶，这是我爹用他的前程和性命为我铺就的最后一条退路，我不能辜负他。吉时已到，喜娘扶着我一步一步走出宰相府的大门，门口没有喧天的锣鼓，没有热闹的迎亲队伍，只有一顶玄色的轿子和10几个身穿铠甲、面无表情的兵士。顾言，他甚至没有亲自来迎亲，这是何等的羞辱！四周的百姓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，这就是宰相府的大小姐，听说快不行了，顾将军怎会娶这么个药罐子啊？真是可惜了，一朵鲜花插在……我爹的面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。王氏和沈瑶则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。我目不斜视，在喜娘的搀扶下，缓缓踏进轿子。我靠在轿壁上，将那个小瓷瓶和那柄寒影短剑一并藏进了袖中，一个是生路，一个是利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轿子停了下来，我被扶出轿子，跨过火盆，走过长长的红毯。将军府里同样冷冷清清，除了必要的下人，没有一个宾客。这场婚仪像一场荒诞的默剧。我被直接送入了新房，喜娘说了几句吉祥话，便退了出去。硕大的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红烛高照，我坐在床沿，静静地等候着我名义上的夫君。时光一分一秒的流逝，外头的天色从黄昏到黑夜。我掀开头上的红盖头，打量着这个屋子。屋子的布置处处透着军人的格调，简洁大气，却也冰冷，没有一丝人气，就像顾言那个人一样。我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扇，外头是寂静的庭院，月色如水，几个身穿黑衣的护卫如雕像般守在院落的各个角落，守卫森严，插翅难逃。我爹想把我偷运出去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我合上窗扇，重新坐回床沿，既然逃不掉，那就只能面对。我从袖中取出那柄寒影，我将它横放在膝上，闭上了眼眸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沉稳有力，是他来了。我的心
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门被推开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带着一身酒气和夜的寒凉走了进来。顾言走进来，随手合上了门。屋子里的红烛跳动了一下，他没有立刻走向我，而是立在那儿，静静地看着我。他的目光像实质一般，带着强大的压迫感，好似要将我里里外外都看透。我没有动，也没有言语，我依旧保持着端坐的姿态，膝上横着那柄寒影。我们就像两只对峙的猛兽，都在观察对方，寻觅对方的破绽。良久，他终于动了，他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坎上。他走到我跟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盖头呢？我抬起眼，迎上他的目光。掀了。我的回应简单干脆。他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般反应，微微挑了挑眉。不等你的夫君来为你掀开。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丝嘲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抹冷笑。我怕等到天亮也等不来大将军您，毕竟外头的庆功宴可比我这个病秧子新娘重要多了。我的话里带着刺，顾言却不恼怒，他反倒笑了，那笑容在烛光下显得有些莫测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他伸出手想要捏住我的下颚，但在他的手触碰到我之前，一道寒芒掠过，寒影的剑尖已经抵在了他的手腕上，快如闪电。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，只要他再前进一寸，我的短剑就能轻易地划破他的皮肉。空气瞬间凝固了，他的眼神终于变了，不再是戏谑和玩味，而是一种猎鹰发现猎物时的兴奋和锐利。好快的身手，他赞叹道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我握着短剑的手稳如磐石。顾将军请自重。他看着抵在他手腕上的短剑，又看了看我，忽然他笑了，笑得胸膛都在震颤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沈念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他缓缓收回手，没有再试图靠近我，而是转身自顾自地走到了桌边。他拿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而后一饮而尽。你以为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在我跟前放肆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将军府，是龙你得给我盘着，是虎你得给我卧着。我冷哼一声，那倘若我既非龙也非虎呢？那又如何？他转过身，一步一步逼近我，这回他的速度更快，我只觉眼前一花，手腕便被他紧紧扣住。我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，只觉一股巨力传来，我手中的寒影竟被他轻而易举地夺了过去。他拿着我的短剑在指尖把玩着，动作娴熟而优雅，却透着一股致命的凶险。沈念，你装了8载的病，为了什么？他突然问道。我抿着唇不言语。他捏住我的下颚，强迫我看着他，说，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号令。为了活命。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。他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，松开了我的下颚。甚好，从今日起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没有我的准许，你不能死。他的话狂妄到了极点，我气得浑身发颤。顾言，你凭什么？就凭我知道你的全部底细，就凭只要我一句话就能让整个宰相府为你陪葬。我的身躯瞬间僵硬了。他讲的没错，他抓住了我的软肋。我爹，我不能连累我爹。我眼里的恨意几乎要喷涌而出。顾言看着我的模样，嘴角的笑意更深了。怎爹？不服气，想杀我？他将韩影的握柄递到了我的跟前。来，短剑就在此处，给你机会。我死死地盯着他，我知晓他是在试探我。我缓缓闭上眼眸，深吸一口气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所有的情绪都被我隐藏了起来。我伸手接过了那柄短剑，而后在顾言惊讶的目光中，我将短剑插回了腰间的鞘中。将军说笑了，你是我夫君，我怎会杀你呢？我的声音恢复了平日里的柔弱。夜深了，将军，我们该安歇了。顾言看着我瞬间的转变，愣了一下，随即他爆发出了一阵大笑。沈念，你真是太有趣了。他笑够了才停下来。他走到榻边，褪下外袍，径直躺了上去，占据了榻的大半个位置。记住你的话，从今日起做好你的将军夫人，演好你的病美人，别再耍什么花样，否则……他没有说下去，但那未尽的威胁比任何话语都更令人心寒。他闭上眼眸，似乎是睡着了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屋子里只剩下红烛燃烧的噼啪声和身边男人平稳的呼吸声。我的新婚之夜，我的夫君用最残忍的方式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我看着他熟睡的侧脸，手不自觉地握住了腰间的短剑。杀了他！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疯狂叫嚣，只要杀了他，我就自由了。可另一个声音却在提醒我，宰相府，我爹。我的手终究还是无力地垂下。我走到外间的软榻上，合衣躺下，一夜无眠。次日，我是在软榻上被冻醒的。天光微亮，晨曦透过窗纸在地上投下灰白的光斑。屋子里的红烛已经燃尽，只剩下几缕青烟。屋子里冷得像冰窖，我身上只盖了一层薄薄的毯子，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温度。我缓缓坐起身，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。榻上的男人早已不见了踪影，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仿佛昨夜根本没有人睡过。我赤着脚下地，走到榻边，伸手摸了摸他躺过的位置，一片冰凉。他是什么时候走的？我竟然一点都不知晓。这个男人的警觉和内力远在我之上。昨夜我但凡有一点异动，恐怕都逃不过他的耳朵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沈念啊沈念，
你终究是小看了他。吱呀一声，房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青色比甲的丫鬟端着水盆走了进来。她大概16、17岁的年纪，眉目清秀，但神情却像这府里的一砖一瓦，冷硬而没有表情。她对我扶了扶身，声音平稳无波：“夫人，你醒了，奴婢叫灵儿，是将军派来伺候您的。”我立刻切换回了病弱模式，扶住床沿，虚弱地咳嗽了几声。有劳了。灵儿放下水盆，走过来想扶我。夫人，奴婢伺候您梳洗。我顺从地任由她摆布，整个过程灵儿都沉默寡言，动作麻利而专业。她不像是个丫鬟，更像是个训练有素的兵士。这将军府里果然没有一个简单人物。梳洗完毕，灵儿开口道：“夫人，按照规矩，应该去前厅给将军敬茶了。”敬茶，我心里冷笑一声，这场有名无实的婚姻，倒是什么规矩都不少。晓得了，我扶着灵儿的手，慢吞吞地朝前厅走去。将军府很大，但也很空，一路上除了巡逻的护卫和偶尔经过的下人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，所有人都板着一张脸，目不斜视。终于到了前厅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主位上的顾言，他已经换上了一身玄黑色的劲装，外面罩着一副冰冷的铠甲，头发用一根墨玉簪高高竖起，整个人看起来英武挺拔，气势逼人。他手里正拿着一块布，仔细地擦拭着一柄长剑。我被灵儿扶到他跟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跪了下去，膝盖磕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，传来一阵闷痛。我端起茶杯，双手举过头顶，用我最柔顺的声音说道：“夫君，请喝茶。”顾言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他抬起头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那眼神依旧是探究的，带着一丝审视。他没有立刻接茶，就那么让我跪着举着。茶杯里的水很烫，热气氤氲了我的视线，我的手臂开始微微发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终于伸出手接过了那杯茶。他将茶杯送到唇边，轻轻抿了一口，而后他蹙了蹙眉：“太烫了。”他淡淡的说道，随手就将那杯茶放在了旁边的桌案上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他是在刁难我。我低着头，没有言语，抬起头来，他命令道。我缓缓抬起头，迎上他深邃的眸子。沈念，进了我将军府的门，就要守我将军府的规矩。第一，演好你的病秧子，别给我露出任何马脚。第二，安分守己的待在你的院子里，也不该有的小心思。尤其是他顿了顿，眼神变得锐利如刀，对我动杀心的念头。我的身躯猛地一僵，他知晓了。昨晚我握住短剑的那一刻，他根本没有睡着，他全都知道。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，这个男人太可怕了，做得到吗？他问，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我咬着牙，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：是。他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，从怀里拿出一样物件，扔到了我跟前，是那柄寒影。这个还给你，留着，就当是时时刻刻提醒你，你的命握在谁的手里。他说完，站起身，拿起那柄长剑。我要去军营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，高大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门外。前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还保持着跪着的姿势。地上那柄寒影在晨光下闪着冰冷的光，像是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。我缓缓伸出手，将它捡了起来，紧紧地攥在了手心。我不知自个跪了多时，直至双腿全然发麻，丧失了知觉。灵儿才走进来，我倚在她身上，几乎是被她拖回了我的院落。这个院落名为静安院，名字倒是清雅，只是从今日起，这儿便是我的囚笼。回到屋里，灵儿端来了早膳，一碗清粥，2碟咸菜。我没甚胃口，随意扒了2口，便割下了竹筷。灵儿啥也没说，默默地收拾了碗筷。而后他又端来了一碗黑乎乎的汤药。夫人该喝药了。药碗里散发着浓重苦涩的气味。我蹙了蹙眉，这是何物？安神补气的汤药，是大夫开的。灵儿应道，将军吩咐要瞧着您喝下去。我看着那碗药，心里升起一丝戒备。顾言会这般好心给我请大夫开补药。我端起药碗，用银簪试了试，没有变色，又凑到鼻尖嗅了嗅，皆是一些寻常的温补药材，似乎并无不妥。我踌躇了一下，还是将药饮了下去。不管这药里有无猫腻，我都必须喝，因为我现在不能显露出任何一丝猜疑。我要做一个听话的、安分的、身娇体弱的将军夫人。往后的日子过得平静且压抑，我每日的活计便是用膳、喝药、歇息，偶尔在院落里走2步，也会被灵儿以风大、小心着凉为由劝回屋内。我彻底成了一只被圈养的金丝雀。顾言再也没有露面过，他好像把我这号人彻底忘了，但我知晓他没有，因为灵儿便是他的眼目和耳报神，我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皆会通过他原封不动地传至顾言那儿。故而我演得愈发卖力，我的咳嗽声愈发频密，我的面色愈发惨白，我走路的步履也愈发虚浮。有时我甚至会恍惚，觉得自己是否真的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药罐子。这般日子过了约莫半月，1日午后，我正在窗边阅书，灵儿走了进来。夫人，宰相府派人传话，说2小姐不放心您的身子，想明日过府来探视您。我拿着书的手微微一顿，沈瑶，他会不放心我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上回在宰相府，他便对我的尽力起了疑心，这回通过将军府，定然是想继续试探我，甚至是想在这守卫森严的地界抓到我什么把柄。我心里冷笑，面上却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欣喜与柔弱。真的吗？妹妹要来看我？
太好了，我许久未见他了。我边说边用锦帕捂着嘴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灵儿面无表情的看着我。那奴婢这边去回了宰相府的人，说您应允了。等等，我唤住了他。我抬起惨白的面庞，用一种透着祈求与不安的眼神望着他。这桩事，将军他会应允吗？会不会太叨扰他了？我把一个寄人篱下、谨小慎微的妻室形象演得入木三分。灵儿的眼神闪了闪。将军讲过，您可以见客，只要夫人您记住自个的身份。又是这句话，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。我垂下头，声音里透着一丝委屈。我记得的。灵儿扶了扶身，退了出去。屋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人。我放下书，走到妆台前，铜镜里映出一张苍白憔悴的面容。这半月为了做戏，我确实清瘦了不少，但这还不够。要对付沈瑶，我必须让自己瞧着更惨更弱，弱到令他全然放下戒心。我拿起眉笔，蘸了些青黑色的黛粉，小心翼翼地在自个的眼下画出了2团淡淡的阴影，又用一种特制的白粉将自个的脸和嘴唇涂得更无血色。一番操作下来，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一般，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我满意的看着自个的杰作。沈瑶，你不是想来瞧我吗？好啊，我给你备了一场大戏。次日，我特意起得很迟，一直等到日上三竿才被灵儿唤醒。我装作一夜未睡好的模样，精神萎靡，哈欠连天。没过多久，一个下人前来通报，夫人，宰相府的马车已经到门口了。我缓缓睁开眼，来了，我的猎物终于来了。我没有起身，我对着前来通报的下人虚弱地摆了摆手，请他们径直到院落里来吧。我实在没力气去前厅了。没过多久，院门口便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尖锐的嗓音：姐姐，姐姐，瑶儿来看你了。人未到，声先至。沈瑶扶着王氏，一脸焦急的快步走了进来，他们身后还跟着几个捧着礼盒的丫鬟。当他们看清我躺在院落里的模样时，两人脸上的表情都僵了一下，尤其是沈瑶，她眼底的幸灾乐祸几乎掩饰不住，但她很快便调整好了神情，换上了一副心疼的模样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病成这般模样了？这才半月不见，你怎就受脱香了呢？王氏也假惺惺地走了过来，用手帕湿了湿根本没有泪水的眼角。妮儿啊，你可吓死咱们了！这将军府是咋照料你的？怎把你折磨成这样了？我抬起眼皮，有气无力地看着他们。母亲，妹妹，你们来了，快坐！我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又无力地跌了回去，还引发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肺都咳出来。灵儿立马上前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给我顺气。夫人，您别激动，当心身子。沈瑶和王氏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那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得意与轻蔑。他们在我旁边的石凳上坐下，沈瑶拿起一个锦盒，递到我跟前：“姐姐，你瞧，这是我特意为你求来的千年老餐，听说最是滋补，你快让下人给你炖了哈。”我看着那根人参，扯出一个惨白的笑容：“有劳妹妹费心了。”王氏也打开了另一个盒子，还有这天山雪莲，亦是难得的好物件。你这身子可得好生补补，不然顾将军见了还以为是咱们宰相府的女儿，有多娇气呢。他们一唱一和，话里话外都在讥讽我，我全当未听见。我转头看向灵儿，灵儿替我多谢母亲和妹妹，把物件都收下吧。灵儿面无表情地接过礼盒，退到了一旁。沈瑶见我不上钩，眼珠子一转，又想出了新的招数。她忽然哎呀一声，像是被什么物件绊了一下，身子直直地朝着我的躺椅倒了过来。她就是想逼我出手，逼我用出与我这副病体不相符的速度和劲力来推开她。可惜我早有防备，在她倒过来的一瞬间，我没有躲，也没有推，我只是闭上了眼眸，发出一声虚弱的惊呼，任由她整个人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腿上。啊！我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我的腿！沈瑶也没料到我会是这般反应，一时怔住了。灵儿面色一变，立马上前，一把将沈瑶从我身上拉开。她的劲力极大，沈瑶被她拽得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二小姐，请您自重，咱们夫人的身子骨经不起您这般的大礼。沈瑶又惊又怒，你一个下人敢这般跟我讲话？王氏也沉下了脸，好个刁奴！念儿，这就是将军府的规矩吗？他们想把火引到我身上，我却抱着腿，疼得泪水都流了出来。我的腿好疼，好像断了。灵儿立马蹲下身查看我的状况，她的面色变得无比难看。她猛地抬起头，眼神像刀子一般射向沈瑶。来人！她厉声喊道：“去请王太医，就说夫人被二小姐撞伤，腿骨可能断了。另外，立刻派人去军营禀报将军。”听到禀报将军四字，王氏和沈瑶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他们怎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到这般地步，来将军府试探一个药罐子，结果把人弄成了重伤。这要是让顾言知晓了，他们不敢想象的后果。沈瑶吓得腿都软了，连忙摆手：“不是我并非故意的。姐姐，你快跟他们讲啊，我真的并非故意的。”他跑过来想拉我的手，却被灵儿冷冷地挡开。我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模样，心里冷笑不止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
我就是要借着你的手把事情闹大，我倒要瞧瞧顾言会怎么处置这桩事。他不是让我演好药罐子吗？现下我这个药罐子在他的府里被我的娘家人欺负得快要咽气了，这个戏台我已经搭好了，接下来就看他这个主角要怎么唱这出戏了。我闭上眼眸，适时地晕了过去，耳畔是沈瑶和王氏惊恐的尖叫，和整个静安院乱成一团的嘈杂声。我是在一阵浓重刺鼻的药味中醒来的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在为我把脉，眉头紧锁。我认得他，是宫里专为皇亲国戚看诊的王太医。王太医，我姐姐咋样了？沈瑶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，听起来倒是情真意切。若非我知晓他的为人，恐怕真要被他这副模样骗了。王太医收回手，面色凝重。大小姐的身子本就亏空的厉害，气血两虚，如风中残烛。今日又受了惊吓，还被重物所压。这一撞虽未伤及骨头，却震伤了经脉。若是寻常人，静养些10日便好，可放在大小姐身上，恐怕会落下终身残疾。终身残疾这4字像4记重锤，砸得在场众人面色各异。王氏的脸白了又青，身子晃了晃，险些没站稳。沈瑶更是吓得直接瘫坐在了地上，嘴里喃喃道：“不，没可能的，我并非故意的。”我心里冷笑一声，王太医果然是人精，他讲的话滴水不漏，既没有说我的腿断了，给了自己回旋的余地，又把后果说得无比严重，将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沈瑶身上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我的腿最后是好是坏，他都不会有任何干系，而沈瑶则彻底坐实了蓄意伤人的罪名。我适时地睁开眼眸，眼中蓄满了泪水，虚弱地看向沈瑶：“妹妹，你为何要这般对我？我知你不喜我嫁给顾将军，可你也不该下此毒手啊！”我一边说一边咳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往下掉，字字句句都在控诉他的恶行。沈瑶百口莫辩，急得满头大汗。我没有，姐姐，你胡诌，我只是不慎。够了！一道冰冷的嗓音打断了他的辩解。是灵儿，他不知几时站在了王太医身后，面色冷若冰霜。王太医已经诊断过了，事实俱在，由不得二小姐狡辩。在咱们将军府伤了将军夫人，就是天大的罪过。他一挥手，门外立刻走进来2名高大的护卫，将宰相夫人和二小姐请到偏厅看管起来。没有将军的号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亦不得与外界联络。这哪里是请，分明就是软禁。王氏又惊又怒，放肆！你一个奴才，敢软禁朝廷命妇！灵儿面不改色，奴婢只听将军的号令，夫人若是不从，休怪咱们不客气了。那2名护卫上前一步，身上的肃杀之气让王氏和沈瑶瞬间噤了声。他们在跋扈，也不敢在手握兵权的镇国将军府里撒野。2人被半推半就地带了下去。沈瑶被拖走时，那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。我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，嘴角甚至还勾起了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。屋子里终于安静了下来。王太医给我开了一张方子，嘱咐了许多注意事项，便也告辞了。他说要去亲自向顾将军复命。我躺在榻上，感受着腿上传来的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触感，心里却没有半分胜利的喜悦。我知晓这只是一个开端，真正的好戏要等顾言回来才能开场。我不晓得他会怎么做，是会为了我这个药罐子欺世去得罪当朝宰相，还是会觉得我小题大做，反过来责罚我。我在赌他在意镇国将军夫人这个头衔的尊严，赌他不能容忍别人在他的地盘上动他的人，哪怕他动的只是一颗他根本不在乎的棋子。时光1分1秒的流逝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院落里不知几时起多了许多护卫，整个静安院被围得如铁桶一般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能感觉到府里的所有下人都在害怕，他们在害怕即将归来的那个男人，害怕他带回来的雷霆之怒。终于在一片死寂之中，是他回来了。我立刻闭上眼眸，调整呼吸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加虚弱，更加可怜。房门被人从外头猛地推开，他没有立刻走向我，我能感觉到他那双锐利的眼眸正在黑暗中一寸一寸地审视着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开口了：“这就是你想要的。”他的嗓音不高，却像一把淬了冰的利刃，精准地刺入我的心脏。我浑身一颤，缓缓睁开了眼眸。顾言就站在我的榻前，他知晓了，他知晓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，但我不能认，一旦认了，我就彻底输了。泪水瞬间涌上我的眼眶，我伸出微微发颤的手，想要去拉他的衣角，却又无力地垂下。将军，你回来了，我好害怕。妹妹她并非故意的，你不要怪她。我把一个受尽委屈却还为加害者求情的善良嫡姐演得淋漓尽致。顾言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他既没有宽慰我，也没有发怒，他就那样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我索性闭上眼眸，任由泪水滑落。将军若是不信，便当是沈念的错吧，是我身子不争气，是我不该让妹妹来看我，是我不该给将军添麻烦。我用以退为进的方式，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我倒要瞧瞧他要如何应对。屋子里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他终于有了动作。他
他俯下身，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混杂着汗水、血腥和淡淡龙涎香的极具侵略性的男人气息。我以为他要对我做什么，下意识地绷紧了身躯，他却只是伸出手，轻轻撩开了我额前一缕被冷汗浸湿的碎发。麻烦，他低沉的嗓音在我耳畔响起，你现在是我的夫人，你的人、你的命都是我的。感动我物件的人还没有一个能有好下场。他的话霸道、强势，不带一丝温度，却让我的心莫名的漏跳了一拍。他说的是物件，并非人。在他眼里，我终究只是一件属于他的所有物。我的价值在于我是镇国将军夫人，我的尊严系于他的颜面。这正是我想要的，却也让我感到了一丝悲凉。他直起身，收回了手，转身大步向外走去。灵儿，把宰相夫人和二小姐带到前厅。